比起蓝天，我更希望你在我身边。天气对你来说是什么？你认为早上起来看到天空放晴，没有一片乌云，会让你开心吗？如果说必须生活在常年下雨的城市，这种天气你接受得到吗？如果可以选择晴天，但是必须要做出牺牲，你还会要求晴天吗？大家好，我是 Pieces， 今天会来做这部分享影片，算是为了答谢我第一部影片吧。就是我频道第一部的影片，就是看了新海诚的《你的名字》，然后才开始做起的，一做就做到了现在。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很快了，3年就这样过去了。在开始分享前，我先说明一下，这部影片我将不会深入去探讨电影里面的细节啦，我只是想要把我的想法、心得和其他朋友的想法都放进这部影片，再做分享给大家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部电影的专业分析的影片的话，我的影片介绍栏其实有放其他做这部电影的 YouTube 的影片连接，跟一些蛮有意思的文章，大家可以点击去观赏啦。OK， 如果是手机观看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那边打开 CC 字幕啦。如果是电脑版的话，就可以点击右下角打开 CC 字幕啦。那个字幕那边会有3个 option， 一个是简体中文，一个是繁体中文，还有一个是英语字幕。然后最好是佩戴耳机来观看这部影片啦。如果没有时间观看这部影片的朋友也不用紧，因为你可以去到我 FB 的粉专那边，我会上传这一部影片的文字版，还有一个音档，就你可以一边阅读一边聆听我的声音了。距离新海诚的上一部作品《你的名字》已经是3年前的事情了。今年2019年，新海诚带着他最新作品《天气之子》来到了大荧幕，再次与大家见面。对应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天气对你来说是什么？好天气真的能够让人们心情愉快。如果说你居住的城市常年都是下雨天，这种天气你受得了吗？如果我告诉你有个方法可以让天气转晴，但是必须要献上牺牲品才行，你还会想要晴天吗？这是只有我而他才知道的关于这个世界秘密的故事。深岛梵高是电影中的男主角。有一天，他离开岛上的家，前往了一直处于雨天的东京。在他这趟旅程中，他无意间遇见了能够操控天气让天空放晴的晴天少女天野洋菜。这是一个除了冒险、爱情，也是一部探讨人性、社会的电影。我这钢铁直男居然看哭了，第一次体会到看电影看到热泪盈眶的感觉。男主梵高刚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东京，在找工作时处处碰壁，因为他才16岁，还没有超过18岁，属于未成年，这让我非常的心酸。他不想待在小岛，渴望展开新的生活，而选择来到了东京。一开始却处处碰壁，被人欺负、挨骂，工作没找着，也没钱填饱肚子。幸好到最后，他联络上了曾经在游轮上救他一命的须贺贵介，过后被聘请成为他的员工，与他一同工作。首先来说说男主梵高吧。男主深岛梵高独自一个人从小岛的家来到了东京，他非常坚决，不愿回去小岛。不知道是与家人发生了口角还是什么，他完全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学业，未来就来到了东京。过后我其实蛮羡慕他那种不顾一切的就是想要救洋菜的精神。还记得女主天野洋菜告诉梵高自己在麦当劳的工作丢了吗？到故事的后面，我们和男主才知道，其实女主一直隐瞒自己的实际年龄，她只不过是个15岁的少女，被迫要说自己是18岁，好让自己容易被聘请。明明只是个15岁的少女，却得扛起许多责任，不管是工作还是要改变天气。人的年纪越大，生活重心就不容易改变。
我对龟介说的这句话蛮有印象的。他其实处于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必须努力争取女儿的抚养权，他又害怕警察会以诱拐少年的罪名来逮捕他，会影响他争取抚养权的机会，所以他选择了自保，给了梵高资遣费就解雇了他，要求梵高向警察自首。最后在梵高快被警方逮捕时，梵高说了：“我只想再见他一面。”龟介突然震惊，去帮助梵高跟警察对抗，感觉像是龟介社长突然想起自己失去的妻子，不想梵高也要经历失去洋菜的痛苦。这次的音乐部分也是我们熟悉的 Radwitz 来担任。在观看这部电影前，其实我就聆听了 Grand Escape 和 Is There Still Anything Love Can Do 这两首歌，真的是我的大爱。尤其是 Grand Escape 里的这一句歌词，翻译过来就是一点点追赶命运，一点点横跨文明，出发吧，一点点超越命运，还差一点，让人真的很有希望之光就在前方，不要放弃，要一直努力向前的感觉。我真的非常期待过后会出的完整版。另外我也非常喜欢烟火大会时的 BGM 与注记这两首歌，我觉得这次的 CD 非常值得购买收藏。我第一次看到哭的地方是在梵高在高铁轨道奔跑的那一段，还有梵高跑向废弃大楼的急救楼梯上天台的时候了。虽然梵高在高铁轨道跑了那么长的一段路，都没有工作人员出来阻止他，是有点扯了。杨菜的弟弟天野子在哭着说把姐姐还给我，那一段真的是会让人爆哭。这次的电影和以往一样，新海诚把你的名字的几个彩蛋都放进来了。考虑到有些观众还没有观看这部电影，彩蛋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只能说这个彩蛋确实给到了我惊喜。观看当天的观众的反应我也很喜欢，大家都很惊讶，还鼓掌了起来。到最后，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不了解梵高怎么能做出这么自私的选择，为了自己的爱情，完全没有在乎过日本东京今后的天气会是怎样。如果天空不再放晴也没关系，比起蓝天，我更想要你在我身边。天气再糟糕下去，我也都无所谓。我个人是很欣赏梵高这种不屈的精神，就算天空不再放晴，天气继续糟糕下去都好。对梵高来说，全都无所谓。他不能活在没有洋菜的世界，洋菜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中的阳光。管他什么日本东京常年雨天，有洋菜就够了。其实梵高心里还是很纠结一件事，那就是到底是不是他们两个最后的选择改变了这个世界。直到他与洋菜再次重逢，看见他对着天祈祷，当时的他已经不是100%的晴天少女了，没有能力再去改变天气了。梵高也想通了，或许他们在那一天真的改变了世界。其实这部电影如果仔细观看多几次，你会发现他想要传达各种资讯给我们，而每个人所领悟的道理也许会不一样，但是到最后都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来认识这个世界。年轻人，这世界本来就是疯狂的，尽管做一些你认为对的事。感谢你留到了最后。如果你对这部电影有兴趣的话，记得到电影院去支持哦。介绍栏我把全部值得观看的影片、文章、用到的音乐都写了下去，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其实我是蛮羡慕台湾的观众有这个福气啊，就是买2张这个天气之子的电影票会赠送那个特别版的书签啊，在我的国家是没有这种东西啦，所以你们要珍惜了。其实这个是我二刷完了自己加上社团的一些成员的心得做出来的影片啦，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在这个影片里，我尽量不要拿你的名字与天气之子来做比较了，因为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好看的点都不一样，不需要故意拿出来说。我2部都喜欢了，其实。感谢各位在 FB 社团的留言帮助哦。如果大家想要一起讨论这部电影的任何东西，都欢迎加入这个 FB 社团啦。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 Encore Films Malaysia 再一次把好电影带进大马，让我们能够观赏啦。
还有感谢 Domain Animation 在9月1日的时候举办的天气之子特别首映礼。虽然当天我没有办法去到了，真的很感谢他们了，然后希望大家继续为大马的动漫圈努力下去了。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 ，Peace。比起蓝天，我更希望你在我身边。